我用500块手搓2.2米旅行材幻彩吊灯，只需3步，走起。先3D 打印支架，灯带十字交叉穿过，撕掉背胶，粘上3顶行材，装上屏风条，接好电线和控制器，四面发光的旅行材灯芯就做好了。万色灯光自由调节，音乐模式随声而动。60块的透明亚克力圆筒，钻上2个孔，先穿电线，再插行材，两头再怼上射灯。4块钱的轴承指动环当吊环，拧丝固定，拧上拉力头，钢丝一穿承重100斤，完工。材料清单在评论区点赞收藏带走。关注阿木，下期教你如何让灯动起来。我用旅行材做了个零甲醛的全金属衣柜，之前全屋定制翻了车，因 F 板材晾了1年，甲醛照样超标。这次干脆不用木板，做个真正的零甲醛衣柜。旅行材做骨架，石膏板封外墙，刷上白漆，完美嵌入。柜门我做了折叠对开门，上下高透亚克力加藤边，中间油砂海棠花玻璃，既有玻璃质感又不透衣服，里面全做换衣区，告别叠衣烦恼。挂不了的就放进宜家拉兰改造的抽屉。护架、脏衣篓全带上万向的，顶部2040型材做格栅，被子、换季衣服全网上码。这就是我的理想衣柜。关注阿木，下期清单图纸教程大公开，带你直接抄作业。我用500块搞定3.6米工业风悬浮试管灯，4步跟踪不翻车，走起。先卡紧2根40型材当支杆，将码固定长型材做横梁，拧上6个光轴底座，烧饼夹插进去，锁死，能摆动的旅行材骨架完成。选用5公分形成电推杆，40活动角码固定电推杆2端，这样就可以电动调节了。3根T8灯管卡进烧瓶夹，收尾相连接好，超简单。扯根长电线，接上2个电推杆，胶布缠紧。电机控制器按标识接，灯管有自带的电源线，所有线路藏进凹槽，延迟满灯。大功告成，通电，工业风拉满。材料清单在评论区，点赞收藏带走。我是一山工坊阿木，下期见。果然，用65寸大屏刷手机才是终极享受。最近迷上了刷短剧，小屏幕不过瘾，盯上了半年没开过的电视，但这效果，于是我用旅行材和海洋板 DIY 了个会变形的超大号手机支架，挂上电视，配上重力感应投屏器，直接把手机屏幕放大100倍，装上轮子，想在哪儿刷在哪儿刷。转过来，做了个背包，藏入配套设备和乱七八糟的线路。底座让我做成了能量补给站，到处移动怕磕碰，给它加个油画框。不用时就是世界名画展，高级感拉满。关注阿木，下期保姆级 DIY 攻略等着你。你家柜子怎么摆楼道了？这是我用旅行材海洋板 DIY 的全能楼道柜。吹啥呢？抽屉都拉不开。看这里，快递专用。空柜时，伸手即开。投入快递后，自动落锁。取件时，手机秒开。这不成了自己家的专属蜂巢柜吗？下层还有聚能装鞋柜，这也不是普通白板，是超抗造珐琅板。这后面还藏着秘密。这下等电梯还能补妆了。还有人体感应灯箱，把回家的仪式感拉满。欢迎回家。这么多电器，说是不是偷楼道电了？手机充电宝，充电一次续航半个月，还可以藏点私房钱。关注阿木，下期解锁详细 DIY 教程。旅行材怎么连板子？超简单，就3种：里面、中间、外面。今天一个视频讲透，结尾整理了旅行材板材匹配表，收藏起来慢慢看，你也能轻松打造自己的专属家具。内嵌式，不用额外买连接件，板材直接插进行材凹槽就行。注意板材留出7到9毫米小边，30型材一般搭配6到8毫米厚板材，但会有缝隙，用上 U 型槽条就能严丝合缝。内嵌板材还会与角码、内置角槽打架，只能打孔连接或者用外置连接板，适合门板、侧板，工业风拉满。平嵌式，手残党和强迫症福音，只要放入层板戳，立马严丝合缝，不够牢固，换成这种。侧板会倒，换带孔的。板材太厚，反过来用。层板、侧板、顶板，随你喜欢随便用。外接式可以直接在型材上打孔，然后用自攻钉固定，但更推荐用连接件，更简单也更结实。连上型材，拧紧自攻钉即可。适合顶板和桌面。还有个彩蛋款，型材打孔，侧面拧上自攻钉，
板材、型材完全齐平。如果你已经强迫症晚期，就选它。型材板材匹配表在这里，赶紧截图。关注阿木，更多零门槛 DIY 技巧等着你。里面、中间、外面。铝型材怎么装木板？超简单，就这3种。刚好我这个全都要满墙柜，3种办法都能用到。这柜子不仅能放书、挂电视，还带洞洞板收纳我所有的宝贝工具。前面2块黑板做成谷仓门，下面做上12个大抽屉，家里东西再多也不怕。平时还能客串个卡座歇个脚。上次拼好了框架，今天就用这3种方法装木板，开干。书柜背板都是插型材里面的，直接插进凹槽，上面盖上型材，拧紧就 OK 了。然后就是搭积木了，1层木板，1根型材，背板很快就装好了。侧板是嵌在型材中间安装，装侧板前得先把前面的框架都搭好。终于干完了，踏入侧板，对齐，侧面拧和自宫钉就好了。我选的侧板与型材一样厚，这样两边看都平齐，简直是强迫症的福音。洞洞板和电视背板也是补件，但和侧板稍有不同，要先装上层板托，再嵌入木板，从背面拧上自宫钉，这样即使木板比型材薄很多，正面看也是严丝合缝。最后是层板，全部搭在型材表面安装，小层板直接搭上型材，下面打2个孔，中钉定个位就行。大一点的用这种层板托支架，更吃劲儿，拧紧螺钉，所有板材就完工了。你学会了吗？关注阿木，下次带你一起做抽屉。这是一块海洋板，我把它做成了1整墙的洞洞板，设计、打孔、改色、搭框、上墙。今天1个视频讲透，收藏起来慢慢看，你也能实现洞洞板自由。20粗型材就够用，底部用2040加强承重，上面的框留着装灯箱，用 MACAD 5分钟就能画完。自己打19小时，厂家打10分钟，建议就是花小钱办大事，不要跟自己过不去。木蜡油想涂匀，关键就3点：第一，选对工具，1200目百洁布最适合新手，效果好还易上手。第二，充分打磨，2次上油前分别用400目和1000目砂纸顺着木头纹理充分打磨。第三，快，涂不匀就是因为先涂的已经干了，新涂的重叠起来就会变深，所以要蘸足油一次涂完，先打圈快速铺满，快干时再顺着纹理刷匀，慢了就叫上帮手或者兑点水。全用打孔连接，既牢固又便宜，只需要1把电钻和1个打孔辅助器，装上辅助器，对好位置，用阶梯钻头稍用力，1个沉头孔就钻好了。内侧端面公丝上点油，换上丝锥往里推就行。最后用螺丝把2根型材拧在一起，所有连接处都来一遍，框架就成了。上墙用膨胀螺丝先在墙面打孔，然后型材拧上层板托，把型材靠墙。20型材与12毫米板材有8毫米间隙，用电圈垫起来。膨胀螺丝穿过电圈与洞洞板，搬到墙上，螺丝敲进去，拧紧螺丝，盖上装饰盖，完工。有任何问题评论区留言，我会一一解答。关注阿木，解锁更多 DIY 技巧。我 DIY 了个摩托躺椅，朋友买了辆新摩托，让我羡慕的不行，于是淘来摩托悬挂，再配上铝型材，做了个摩托躺椅，外观霸气，坐感 Q 弹，还能自由拓展。今天保姆级教程，带你3步抄作业。图纸清单在最后，记得截图保存。用 MACAD 画图，120度靠背直接躺平，承重全是3角结构，这样一半连接都不是直角，全靠斜角角码精准适配。型材到货，分类摆好，偏拼底座、坐凳和靠背，全角码连接，先预装船型螺母，踏入型材，螺母旋转90度卡住，继续拧就固定了。用这些零件连接靠背和坐凳，先连直角，再拧2个斜角，坐凳和靠背就拼好了。底座连接靠的是活动角码，先拆开，分别连接靠背和底座，再拼起来，插入螺栓和套管，拧紧就 OK 了。用 U 型支架装摩托悬挂，先固定2个 U 型支架，插入悬挂，拧紧固定，先用任意角度连接键搞定把手接缝，在型材上放入弹片螺母，用螺栓拧紧把手，整个框架完工。黑护桃木错出圆角，打磨光滑，刷水性漆，自宫钉拧扣型材，把手搞定，再做个 X 型铜盘脚踏，装上端盖，拧上 T 角，
最后放上坐垫，大功告成。通知清单在这里，赶紧截图。关注阿木，更多 DIY 好物等着你。之前用旅行材和海洋板做了满墙的洞洞板，这次再做个配套的换鞋凳，以后再也不用蹲着换鞋了。家门口的零零碎碎也有地方，刷上棕色木蜡油，作为鞋柜都有点屈才了，让它客串个电视柜也不错。为 CAD 画框架，设计合理20型材也能承重100斤。正面为了美观没有任何支撑，需要用三角支架加固一下。抽屉盒两侧要比洞口窄13毫米，留出装导轨的空间。外露部分用内置脚槽，虽然美观但有点晃，加上平面连接板就稳了。内部用脚码连接更牢固，先搭背面，再连侧向型材，最后拼正面，组装，拧紧，拧上万向轮，框架完成。400目砂纸打磨，上第一遍油，百洁布蘸足油，快速打圈，快干时顺着纹理涂匀，最后用1000目砂纸轻磨，再上一遍，放木纹理裹上棕色木蜡油，像贴了金线一样。厂家提前写好榫眼和榫头，10分钟就能敲好3个抽屉。带阻尼的3节轨，按这里拆开，外轨用这2个孔，后面尺寸不合适可以微调，中间的用船形螺母拧到型材上，两边用自攻钉钉到侧板上。内轨注意位置一致，做了个测量小工具，调整位置，拧紧，把抽屉插进去，超顺滑。先在框架上装铜板托，侧板嵌入式，自攻钉拧紧，顶板外接式。下层板直接放上就行。完工，1.6米的长度既实用，颜值还满分。关注阿木，下期解锁你绝对没见过的翻转白板桌。有人说家是买来的，但在我这儿，家是做出来的。起初也是想给满屋工具找个归宿，就用旅行材和海洋板搭了个顶天立地洞洞板，有了它，沙发都省了。工具盒秒变抽屉，3D 打印机也有了安稳的角落。再用试管夹和电推杆 DIY 一套悬浮试管灯，再自己动手配张2.4米的超大桌，嫌工地味太浓，加上木方、光轴、亚克力，瞬间变成买不起的样子。想随手记下好点，就用气弹簧和珐琅板顺手做了个变形白板桌，书桌、磁吸白板，单手就能轻松切换。拉起把手，用秒变移动小推车，但有粉丝嫌它太小、太高、太硌手，那就用电动升降杆和可控气弹簧搞个升级款，更大、更稳、更丝滑，高度随心调，角度任意选。翻起阅读灯，这就是我的梦中情桌。一转眼夏天到了，我又盯上了门口独立的楼道，给海洋板刷上棕色木蜡油，配上型材框架，就得到了一整墙的中古风洞洞板。再用杜邦纸和阳光板做个灯箱，贴上3D 打印的 slogan， 高级感拉满，配上颜值满分的鞋柜和小边柜，谁来了不得说一句我的天哪！10月爸妈要来看孙女，为了让他们住得放心，我做了个零甲醛衣柜，旅行材做骨架，石膏板封外墙，配上3段式折叠对开门，环保又美观。再搭一张旅行材悬浮床，安装简单的就像拼乐高。8080大腿配上巨结实的压铸脚码，真正做到一床传3代。忘了做床头柜，找个型材，两头拧上地脚，一个顶天立地置物架就此诞生。从买到做 ，DIY 给我的不只是义乌家具，更是我的生活我做主的踏实感。关注阿木，一起动手创造你理想的家。玻璃胶、免丁胶、结构胶、白乳胶、发泡胶、速干胶、热熔胶，这些都是干啥的？都说胶水是甲醛之王，但不管是自己 DIY 还是找师傅装修，都得咔咔一顿抹。这些能环保吗？今天一个视频给你看清楚，为你一颗定心丸。玻璃胶主要是用来封边和填缝，用它就像挤牙膏，干了就变成一条弹性橡胶条，防水又防霉。施工的时候有味儿，做好通风，只要选了正规品，干了之后就没事儿。结构胶是这些胶水里最猛的，干得巨牢，金属、石材、玻璃、混凝土都可以，简直就是常温焊接。但注意它干得超慢，彻底干透要2-3天，这个过程中会有味儿，必须做好通风。固化之后就没问题。免钉胶就和字面意思一样，替代小钉子。
注意是小钉子，挂个画、粘个挂钩都没问题。但要是大吊柜、电视支架这种就别指望了。正规大品牌的免钉胶基本无权，粘完几小时就没味儿了。发泡胶是主动大师，还能保暖隔音，膨胀率超高，千万别挤多。优质发泡胶是无权的，杂牌的容易粉化。白乳胶，白乳胶是木工的专属胶，也只能用来粘木头。好的白乳胶是水性的，无权无味儿，用来粘儿童家具也没问题。注意它干得比较慢，要24小时才能彻底粘牢。这之前要用夹子夹紧。速干胶里最有名的就是502和401，可以用来粘个眼镜、手办这些小东西。利用空气中的微量水汽瞬间固化，实现秒粘。固化之后很安全，但液态时刺激性超强，千万别弄到眼睛里。热熔胶就是我们常看到的固体胶棒，需要配合热熔胶枪使用，主要就是用来做手工，强度很一般，但胜在环保，基本无毒，小朋友也可以用。融化时有点烟雾，做好通风就行。总结一下，这些胶水只要选正规品牌，粘的时候通好风，干透基本都无毒。至于哪些牌子算大品牌，大家评论区讲讲吧。放心了吗？关注阿木，解锁更多 DIY 干货。这是一根旅行材，我用它做了洞洞板、大书桌、白板桌，还有玄关柜。每次阿木已经做到飞起，但此时新手朋友的内心，我没上车啊！我没上车啊！今天做这个小边柜，带你从认识型材到设计、组装到板材连接，全流程零门槛讲解。视频有点长，收藏起来慢慢看，以后你也能打造独一无二的专属家具。2020-3030指的就是旅行材的截面尺寸，数字越大，承重越强。2020做个边柜、置物架绰绰有余，3030可以做书桌、衣柜，4040做成大床可以任意翻滚。另外，旅行材表面有一层阳极氧化膜，永远都不用担心生锈。这4个槽是万能接口，自由组合全靠它，有上百种配套零件可以装到这个槽子里，只有你想得到，没有它做不到。旅行材都是标准件，设计超简单，专用软件 MateCAD 拖拽就能画，半小时就上手。先选型材，输入长度，自动吸附对齐，还能自动生成连接件，不满意也可以手动更改。画完直接导出图纸清单、3视图、零件图，零件清单全给你配好。组装靠的是各种连接件，常用的有角码、内置角槽、L 型连接板、3通等等。这次用的是内置角槽，优点是颜值高，从外面看不到任何连接件，缺点是不够牢固，但小边柜已经足够了。首先把顶丝扭入角槽，注意别突出表面，角槽两端插入2根型材凹槽，把顶丝拧紧就完成了固定。所有的型材都这么连在一起。地脚和轮子需要公司安装，没有工具的可以让厂家代劳，这样一个旅行材框架就完成了。海洋板与旅行材是绝配，有2种固定方式，嵌入式用的是层板托，把层板托放入凹槽，把板材按进去就行了。20型材配12毫米厚海洋板可以做到严丝合缝。外接式用这种伸出来的层板托，配套的是船形螺母，也叫梯形螺母，是型材连接最常用的零件。安装方式是把螺母、螺丝和连接件提前组装在一起，顺着凹槽的方向插入，顺时针拧紧。船形螺母在转动90度后就不再旋转了，继续拧，螺母和螺丝就把旅行材夹紧固定了。海洋板放在层板托上，用自攻钉拧紧。侧板也是嵌入式的，这里的层板托是带孔的，可以插入自攻钉。抽屉属于进阶内容，以后单独讲。这样一个旅行材边柜就完成了。关于旅行材 DIY 的任何问题，可以评论区告诉我，我会一一解答。关注阿木，解锁更多 DIY 技巧。在抖音 DIY 快1年了，带大家逛逛我的工作室小家，看看我用旅行材做了哪些创意家具。结尾有宠粉抽奖，别走开。这就是梦开始的地方，2.4米的超大桌，40120型材做多腿，一整张海洋板当桌面，加点木方和亚克力点缀。没想到首条就有40万朋友捧场，缺白板又缺书桌，直接用旅行材做个2合1，竖起来是白板，放下来是个书桌，气弹簧加万向轮，变形移动超方便。这条直接60万，但也有粉丝嫌它太小、太高、太硌手，又做了个升级款，高度随心调，角度任意选，翻起阅读灯，这就是我的梦中情桌。这下不得了，70万，彻底点燃了我的 DIY 热情。于是淘来了一批工具，但太短了，用40型材做框架，嵌入海洋板，做了个顶天立地洞洞板，顺便把座椅也带上。拍视频灯光不太够，试管夹加灯管，再配上电机，搞定了360度无死角照明。这就是我的第一个100万爆款。
中间我停更了一阵儿，因为迎来了小木，不能总跑工作室了，但咱这手艺不能丢啊，就盯上门口的楼道，以后在这儿先复刻了洞洞版，涂上木蜡油更显高级。用杜邦纸做灯箱，3D 打印了我的 DIY 信条，一定注意好这个字母是 I。旅行台做放架，再敲几个抽屉，做了个高颜值的换鞋凳，还有这个外卖小边柜，最后贴上墙纸，装上门牌，直接变成我小区的著名打卡地了。这一套下来又有300万网友围观。之后老爸来帮忙带娃，没用一根木头，就用旅行台、石膏板、钢化玻璃，再加点藤编，给他做了个零甲醛的衣柜，再用4080型材做了个可以睡大象的悬浮床。这套下来又有200多万。之后我就彻底放飞自我，做了3个脑洞款，忘了搞床头柜，1根型材搞定，4条槽子插满配件，装上音乐灯带，卧室也可以蹦迪，就是有粉丝吐槽有点像医院，你们觉得像吗？又用摩托车悬挂做了个沙发椅，汽油店老板追着让我量产。最后还有这个可旋转的，放大了100倍的手机支架，一刷起视频我就停不下来。真的非常感谢大家这1年的支持。在这里，抖音也帮我准备了一份宠粉福利，点击左下角抖音精选就能参与抽奖，祝大伙儿都能抽到 iPhone。另外，喜欢哪人家具，在我的主页里翻翻都有教程。关注阿木，解锁更多 DIY 干货。我用旅行台和海洋板做了个超大号的手机支架，直接把电视当手机刷，还能推着走。转过来，所有乱线藏背面，下面还是个能量补给站，不用时秒变客厅艺术角。今天带你4步抄作业。为 CAD 画图，我家电视60斤，怎么能稳当不翻车是关键。底座箱体压震脚，40120巨粗型材当支柱，后面背包平衡重心，3重保险稳如泰山，就用了这4种连接件。普通连接用内置脚槽，简单还能避免与板材干涉。板材固定用面板脚槽，脚码用来加强承重。这根立柱最关键，用3个压铸脚码，上面还有打孔连接双保险。海洋板打磨光滑，刷上木蜡油，棕色木纹质感拉满，然后嵌入型材。自动钉锁紧，挂上背包，拧紧，放架完工。铰链装门胆，4根榉木做装饰。底座拧上轮子，再装上旋转电机，拧上支架，就可以挂电视了。配上重力感应投屏器，再把弹力带拧到画框上，罩上电视，完工。关注阿木，解锁更多 DIY 干货。